日本七旬老人存7000萬爽退休，但6年後燒光存款後悔啦。點解呢？82歲義工理髮師遭嫌棄，傷心到想喊，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大家好，歡迎收睇 NGTV， 我係不了。今集嘅主題，退休唔係你想象中嘅快樂。不了提早退休嘅生活快唔快樂？一定要睇到最後啊！我哋開始啊！第一部分，七旬翁存7000萬爽退休，6年後燒光後悔啦。第一篇新聞故事嘅主角係今年71歲嘅日本老翁竹內浩一，佢喺65歲嘅時候儲咗超過7000萬日元嘅積蓄，大約350萬港紙，以為能夠享受退休生活，點知道只係過咗6年就發現存款迅速燒光，令到佢忍唔住大叫後悔。根據日本傳媒報道，竹內浩一曾經係東京都內一間中小企業嘅部長，響結束忙碌嘅工作生涯之後，65歲嘅時候就帶住超過7000萬日元嘅儲蓄，決定同老婆盡情享受老年生活。竹內同埋佢老婆一齊去海外旅行，環遊世界，每次都選擇入住高級酒店，飛機呢就搭商務客位，享受奢華嘅旅程。因為竹內認為退休生活係對自己過去40幾年努力工作嘅獎勵。此外，由於出去同埋出去食嘢嘅次數增加，開支反而比返工嘅時候仲要多。每當竹內同朋友或者前部下見面嘅時候，亦都會慣性地展現慷慨性格，按照仲係響返工嘅時候嘅習慣請客。就算係存款已經開始明顯減少，但係竹內認為仲有年金收入，應該冇問題嘅。不過無巧不成故事，屋漏兼逢連夜雨，一個嚟自高齡母親嘅電話徹底改變咗局勢。母親突然跌倒，必須接受治療照護。即使係由竹內嘅妹妹負責照顧母親嘅日常起居，但係護理嘅費用就落咗向竹內嘅膊頭上面。再加上翻去照顧母親嘅妹妹要翻修老家，竹內自己嘅住處亦都要進行修繕，仲換咗新車。同埋孫仔出世之後，贊助個仔同埋新鋪買屋嘅資金，接二連三計劃以外嘅支出，令到竹內嘅存款快速耗盡。咁樣竹內依家點樣呢？依家竹內非常後悔，依家只係憑借每個月25萬日元，即係大約12500蚊港紙嘅退休年金度日。竹內已經冇閒錢再以有錢可靠嘅退休男人嘅身份大手筆咁樣支付各種嘅費用，但係竹內卻係根本冇辦法將實情話俾老婆同埋個妹知。不了點評一：退休男人嘅秘密同埋孤寂感。今日嘅世界，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就連竹內老婆同個妹都唔知道嘅嘢，不了亦都知道，厲害咧。不過聽估唔好博估，可能真係冇誇張到。有時候關於老公嘅秘密，可能老婆都唔知道，但係老公嘅理髮師、按摩師，包括故事入面嘅記者，仲反而知道得仲多添。反正男人就有好多不能說的秘密，特別係退咗休嘅男人。例如各位網友可能知道好多不了嘅退休理財投資嘅諗法，或者買過啲咩股票，啲錢放響啲咩投資上面，或者一啲嘅人生感悟，但係女主角就一啲都唔知道啦。而佢亦都冇興趣想知道，因為女主角從來都唔睇 NGTV，覺得好悶，仲不如睇韓劇。早幾個月佢話佢睇緊一套韓劇叫做《媽媽朋友的兒子》，佢竟然走去睇媽媽朋友的兒子，亦都唔嚟睇自己老公的兒子。唉，不過話說回頭，自己老公的兒子即係 NGTV 上星期終於超過咗10萬訂閱啦，真係非常感謝大家一直嘅支持啊！究竟媽媽朋友的兒子有幾好睇呢？不了完全想象唔到，因為一個40幾歲嘅男人對呢一個劇名根本毫無感覺。但係如果將劇名改成爸爸朋友的女兒，不了大概就想象到啦。應該係一部好浪漫嘅愛情片嚟嘅。據說早前仲有一套韓劇叫做《和我老公結婚吧》，收視亦都好好。真係正所謂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唔知道 NGTV 改成《和我老公退休吧》，收視會唔會好一啲呢？講笑啫，不了想講標題黨同埋包裝亦都係上班族乃至人生需要學習嘅一門大學問。廢話扯遠咗添，翻去退休男人嘅秘密。早2集向林本利取經退休策略，其中一節講到小心老公拎層樓去2按3按，究竟有幾多老婆了解自己老公嘅財務狀況？就好似故事入面嘅竹內，即使自己已經冇太多嘅錢，亦都唔敢話俾老婆同埋個妹知。咁係因為愛面子，唔想人哋知道自己嘅失敗，定係驚人擔心，或者怕俾老婆鬧或者埋怨？不了覺得都可能。唔信嘅話，你試下搵一日話俾老婆聽，老婆，我份身買嗰隻股票跌到渣都冇，成副身家輸晒。你估你老婆有啲咩反應呢？反應1：老公，唔緊要，我哋重新儲錢啦。
反應二：吓，我冇聽錯啊嘛？你搞咩啊？我俾你累死啦！反應一定係反應二嘅機會大啲呢？不料第一點想講嘅係退休後嘅孤寂感。退休之後，朋友同埋傾訴煩惱嘅對象越嚟越少，遇到麻煩，有時連身邊最親嘅人亦都唔敢話俾佢哋聽，孤寂感亦都越嚟越深。有唔少嘅研究指出，孤獨感會增加死亡風險，佢對生命嘅危害唔低於食煙。一份關於孤寂嘅研究調查講，孤寂單身者嘅死亡風險提高咗45%，相等於每日吸15支煙。孤寂對健康同埋壽命嘅傷害由此顯而易見。所謂孤寂唔單止係一種情緒、一種感覺，亦會傷身，甚至有神經醫學專家將孤寂界定為一種疾病。長期冇被處理嘅孤寂就好似經年累月嘅病根，衍生交互作用，併發憂鬱症、心臟病、失智、焦慮、自律神經失調，嚴重嘅話將會導致免疫力下降，甚至致癌、致命。美國知名孤寂症候群專家、芝加哥大學認知與社會神經科學中心主任約翰卡喬波研究證實，孤寂會誘發身體發炎反應，影響人嘅感覺、行為同埋生理，導致早逝。一旦大腦接收到孤寂信號，就會預設外在環境對自己不利，就會啟動自我保護機制，增加分泌俗稱壓力荷爾蒙嘅皮質醇，刻意忽略正面觀點，以避免鬆懈於自我保護。呢個時候會出現好多嘅負面情緒。人類嘅負面情緒正係因為要保護我哋遠離危險而出現。呢個時候響與他人溝通嘅時候，就會不自覺咁樣採取對立嘅立場，或者以較高傲防備嘅姿態應對等，咁樣都係一種為咗因應壓力處於緊張嘅模式。高度戒備嘅機制如果長期未能解除，就會令到人際關係嘅問題同埋被孤立嘅感受逐漸惡化。不料響退休後嘅初期，亦都試過有呢一種孤寂感。呢種孤寂感係點樣出現嘅呢？退休初期當然做平時冇機會做嘅，瞓到自然醒，食個早午餐，然後煲劇睇劇集睇到夜晚。人哋就返緊工，自己就喺屋企唔知做緊啲乜嘢。呢個所謂唔知做緊啲乜嘢，係不了媽形容不了嘅，即係冇做嘢賺錢，浪費時間。而喺朋友眼中，不料就過緊一啲悠哉悠哉嘅生活。每當同朋友或者同事出嚟食飯嘅時候，朋友同埋同事嘅話題總係離唔開工作、公司嘅八卦事、上司嘅壞話、邊個升咗職、子女嘅教育，或者幾時請假去旅行，甚至移民，諸如此類。每當講到退休之後自己做緊啲乜嘢，都講唔出一啲好具體嘅嘢出嚟，hea下、休息下、煲下劇咁咯，就會突然出現一種莫名其妙嘅孤寂感。自己唔響三界之內，同呢個社會嘅群體格格不入，而且知道比自己低級嘅舊同事升到高位，舊公司出咗唔錯嘅獎金，睇到人哋好，亦都會出現比較嘅心理。到之後響人哋翻工嘅時候，自己去旅行，啲朋友都努力翻緊工忙緊，我亦都唔會分享得太多，以免影響人哋嘅心情。當我之後揾到一啲新目標，例如學股票短炒，或者做 YouTube， 有時候炒股票輸咗錢，或者做咗好多條影片都好少人睇，停滯不前，呢啲嘢亦都好難同朋友甚至親人分享，包括不了媽同埋女主角，因為一來佢哋幫唔到，二來如果佢哋出現上面所講嘅反應二，我仲處理多咗嘢，就好似你響山入面大叫輸咗錢，你除咗會聽到幾次嘅回音，輸咗錢，輸咗錢，輸咗錢，然後個山唔知邊度再回多你一句，唔好搞咁多嘢，快啲去搵工啦啦啦啦。簡而言之，呢種孤寂感就係自己同過往團體嘅分離，退休之後新身份未被認同，甚至被否定，不被理解，仲有向心理上停留響同其他人響世俗嘅尺度上面嘅比較，例如金錢、成就嘅比較等等，或者覺得人哋不斷進步，而自己就停滯不前，甚至開始落後於人。不料諗呢一啲問題唔單止會響提早退休嘅人身上發生，一般退休嘅人士亦都會出現。咁樣要點樣處理呢一種嘅孤寂感呢？最好嘅建議就係叫大家退休之後參加多一啲活動，認識多一啲新朋友，有多一啲嘅傾訴對象。不過最痛苦同埋最麻煩嘅嘢，一般好難同新相識嘅朋友講。一來係信任嘅問題，二來係對方未必認真會替你分憂，甚至只係當八卦咁去聽。所以有知心密友就更加好啦，能夠同對方分享苦樂，而對方又樂於傾聽關心。但係咁樣又談何容易啊！人越大，朋友越少，況且人哋亦都有自己嘅煩惱，或者更甚嘅係，響人哋煩惱嘅時候，仲要聽你分享喜悅，咪更加傷心咯。
或者真正設身處地明白你嘅經歷處境嘅人，實在少之又少。或者有一日，佢哋亦都可能會移民，甚至離世。咁如果冇知心密友，點做好呢？不料最後處理呢一種孤寂感嘅方法，就係靠自己。最艱苦嘅路，唔好祈求人哋能夠幫助或者明白自己，路仲係要自己行嘅。學會同自己相處，化解自己嘅困難或者思想困局，學會接受同既有團體分離。退休之後，跳出俗世眼光比較，定義自己人生嘅尺度，減少比較，訂立退休之後嘅新身份、目標同埋行動等等。例如第77集分享過嘅18個走出困境嘅人生哲學，去自我轉化，解決心理層面上面嘅問題。未睇嘅一定要去睇啊！雖然咁樣亦都係唔容易，但係卻係從根本解決孤寂感嘅問題。不料依家唔怕獨處，亦都愛上獨處嘅時光，甚至24小時嘅 me time。我可以做人哋認為有意義嘅嘢，亦都可以放空發呆一整日而唔內疚，唔求任何人嘅許可或者認同自己嘅退休生活。自問活好今日嘅自己就已經足夠啦。對於退休人士嚟講，有目標感嘅生活係好重要嘅。每日起身知道今日要做啲乜嘢，簡單如每日8點鐘去公園同朋友一齊耍太極。呢種強烈嘅目標感會減低孤寂感。如果熱愛大自然嘅一草一木、昆蟲動物，同天地為伴，更加能夠隨時隨地揾到樂趣，不受寂寞。關於退休男人嘅秘密，不料第2點想講嘅係實際嘅問題。族內唔俾妻子知道自己冇錢，但係有錢嘅時候呢，妻子知唔知道佢嘅錢放喺邊度呢？不料前排都諗，如果自己有一日突然過咗身，即使有遺囑，女主角點樣知道我啲錢放喺邊度呢？放喺邊一間銀行或者證券行？如果唔知道，最終就變成咗銀行同埋券商嘅不動戶啦。幾十年辛苦賺翻嚟嘅錢白白浪費，益咗人啦。當然，秘密唔限於男人，女人都有。你老婆或者收埋咗幾卡嘅鑽石或者2條金條喺唔起眼嘅毛公仔入面。依家好多夫妻都財政獨立，或者呢一個都係我哋需要考慮嘅實際問題，需要及早同另一半溝通。不料點評2，享樂與快樂。不料喺第76集錢待何時用入面嘅主角 Clement 係一位延遲滿足派，佢嘅錢預計能夠用到90歲，但係61歲嘅時候就患咗癌症，佢後悔啦。而呢一集嘅族內同埋佢嘅妻子啱啱相反，可以話係及時行樂派。退休之後一齊去海外旅行，環遊世界，每次都選擇入住高級酒店，飛機就搭頭等艙，卻因為種種嘅意外而用晒積蓄。但係最後同樣都係一樣，佢後悔啦。延遲滿足定係及時行樂，或者中庸之道係一條出路。向享受同埋安全感之間取得平衡之下，對自己好一啲，間中用下錢，但係又唔好用晒。再講享樂啊，不料以前翻工好辛苦，就成日諗住去旅行。而家退咗休之後，冇太大嘅壓力，反而冇特別渴望去旅行，有啲開始覺得再加千日好。特別係要用好幾倍嘅價錢換嚟嘅高級酒店或者頭等艙，就更加係冇感覺啦。不料寧願用呢一啲錢用喺特別嘅旅行體驗上面。再比較，如果享樂係旅行講行程、跑景點、吃喝打卡，可能唔及我喺屋企靜靜咁樣睇一本書，或者完成一條 YouTube 影片所帶嚟嗰一份平淡嘅滿足感快樂。我哋未必需要用好多錢享樂，亦都能夠得到快樂。好多低消費甚至零消費嘅活動，亦都可以得到快樂。翻到去文章最後嘅結論，將退休當作俾努力工作嘅自己提供獎勵，並唔係壞事，但係仍然需要有節制。如果總係表現出自己好有錢嘅樣，周圍嘅人就會不知不覺咁樣去依賴你，開銷就會不知不覺咁樣增加。原本以為足夠嘅存款唔夠使，亦都係理所當然嘅事。退休後仍然經常會有意料之外嘅支出，因此比起淨係諗存款到達某個數字就能夠安心退休，持續制定完善嘅財務計劃，先至係真正不可或缺嘅。不料點評3，退休預算。退休之後可以從頭再嚟嘅機會越嚟越少，例如好似族內退休金冇咗，71歲點樣從頭嚟過，再搵工作儲錢難啊。退休之後要過得快樂，最基本係唔使為未來嘅生計過度擔憂，所以一定要做好財務規劃，預防勝於治療。好似族內90歲嘅母親病咗，自己嘅住處要進行修繕，個仔要結婚買屋等等，都唔係突如其來嘅，而係可以預計規劃嘅。先將必要嘅預算開支扣除，剩低嘅先至睇餸食飯慢慢用。可以旅行，但係唔使奢華旅行；可以同人食飯，但係就唔使請人食飯，就唔會出現使晒啲錢而後悔嘅情況啦。好彩族內仲有每個月12500蚊嘅退休年金，
未至於完全山窮水盡，只係唔能夠再以有錢可靠嘅退休男人身份大手筆支付各種嘅費用，咁就放低呢一個封號，平常心做翻一般退休嘅男人啦。第二部分，82歲老人退休之後做義工。再睇第二篇文章，82歲自貢理髮師遭嫌棄，應該退休。佢坦言心痛到想喊。呢位長者同竹內唔同，退休唔追求享樂，而係貢獻社會。內容係咁樣嘅。根據新加坡巴士界新聞網報道，喺一個免費理髮活動入面，一個男子向理髮之後對住82歲嘅自貢理髮師珍妮抱怨，話佢剪得高低不平，仲好嬲咁鬧佢應該退休，唔好再提供呢啲咁差嘅服務。男子嘅言行令到活動氣氛瞬間降到冰點。珍妮事後受訪嘅時候坦言，男子嘅批評令到佢十分受傷。響佢同我講呢一番話嘅時候，我嘅心真係好痛。我當下覺得自己好似唔應該再參加義剪。事件曝光之後，珍妮收到好多朋友嘅簡訊同埋電話關心，咁樣先至令到佢稍微釋懷。過去10年嚟，珍妮幾乎每個月都參加義剪活動，係15名志工之一。呢場由當地民眾團隊舉辦嘅免費服務，由2014年啟動，每次都吸引到50到60名居民受惠。珍妮早已經退休，但係理髮對佢嚟講，唔單止係技能，更加係一種為人服務嘅方式。我25年前喺馬來西亞開過理髮店，後來搬到新加坡做小販。退休後，朋友會叫我幫佢哋剪頭髮。後來我開始去養老院同埋社區中心做志工。珍妮話，每當睇到獲得服務嘅民眾對新髮型感到滿意，佢都會覺得開心。呢個係佢堅持參與義剪嘅動力。珍妮提醒大家，志工服務無法都令人完全滿意，有啲人會投訴，但係我相信只要出自真心，仲有一日佢哋會理解。呢件事件雖然令到佢受到打擊，但係珍妮表示佢仲係會繼續參與社區活動，用自己嘅方式服務更多人。不了點評4，面對批評，60而耳順。退休後，其中一個要學習嘅就係面對批評。自己可能已經係60歲，身邊嘅人亦都可能係差唔多年紀，每個人嘅閱歷、經驗、性格、觀點都唔同，但係大家都做咗幾十年人，心入面都深深明白，邊個都改變唔到邊個。即使係親人，面對批評，好多時都係意見接受，態度照舊。好一啲嘅，可能好似古代嘅帝王，知錯改錯，唔認錯。有啲人就總係以自我為中心，就好似文章入面嘅男人咁，總係覺得世界圍住自己轉，自己仲係高人一等，所諗嘅嘢都係啱嘅。批評人哋就係為咗貶低人哋，抬高自己。面對呢啲嘅批評，我哋需要學習一笑置之，唔需要放喺心上面。不料向 YouTube 上面亦都成日收到一啲批評嘅留言，我響度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所謂一笑置之嘅回應。有一位仁兄不下一次批評，話成集都係廢話，阿媽係女人。我嘅回應係，你成日都話我啲節目廢話，但係又繼續睇晒，感謝你。其實邊個唔知阿媽係女人？我嘅回覆係，有一次聽到一位女士用粗口問候人哋阿媽嘅時候，我就諗可能真係有人唔知。冇料就收皮，我嘅回覆係冇料放題，響日文嘅意思即係免費任食。廢話鋪排多多，我嘅回覆係恭喜你聽到廢話，代表你已經好叻。好多廢話，我嘅回覆係廢下就發噶啦。廢話，我嘅回覆係多謝廢話留言。廢話連篇嘅講者，阿媽係女人定律，識唔識啊？我嘅回覆係阿媽係女人定律，即係我講得啱啦。有一位仁兄亦都係不下一次批評，有一次佢話你嘅片越嚟越差，我嘅回覆係多謝，即係曾經好過啦。仲有好多好多不能盡錄，反正態度就係面對無理嘅批評，認真便輸了，要抱有電影《正義回廊》入面金句嘅態度。喂落啦，我冇問題噶我。假如我係珍妮，當被人批評自己剪得高低不平嘅時候，我會檢視一下係咪真係剪得高低不平。如果客人能夠指出邊度唔啱，而真係自己做得唔好，我會即刻幫客人剪翻好佢，同埋睇下以後點樣改善。呢啲係善意嘅批評，我接受。但係如果係無理嘅批評，我可能就會回應多謝你嘅意見，下次你可以去其他地方或者揾其他嘅師傅。咁成件事就已經過去咗。重點係唔好將惡意嘅批評放喺心入面，就俾佢好似風一樣咁樣過咗去就完咗啦。佛家講忍辱波羅蜜，
係到彼岸嘅法門。位高嘅時候唔傲慢放縱，被侮辱嘅時候不屈或者居於怨恨，以及外界現象變化嘅時候唔會痛苦煩擾。退休之後學會忍辱波羅蜜，人哋嘅批評一句多謝你嘅意見就過咗去，人生就輕鬆好多啦。孔子亦都有類似嘅智慧。孔子話：60而耳順，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耳順係一種咩境界？從字面上理解就係咩說話都能夠聽得落去。60年係一個甲子，一個循環，經歷咗好多人同埋事。向先聖孔子嘅角度而言，無論咩嘅意見都能夠聽入耳，能做到忍心而後動，怦爾容河商嘅境界。意思係指做任何事情之前，心裏覺得安息，覺得唔慚愧，然後先至去做。人哋毀謗中傷又有啲咩妨害呢？就算聽到唔好聽嘅說話，亦都唔會氣憤啦。做到咁樣嘅境界，人生唔再衝動，唔輕易發怒，有胸襟去聽人哋唔同嘅意見，亦有分析嘅能力去決定係咪接受。70歲又到咗一個咩境界？孔子認為已經達到咗從心所欲，而且不逾矩嘅至高境界，即係話到咗70歲能夠做到隨心所欲，收放自如，又唔超出規矩。所謂規矩就係道，合適有節制而唔過量。好似竹內先生咁，旅行隨心所欲，卻係逾矩咗，過度放任啦。或者文中嘅男子批評係隨心所欲，但係內容就係逾矩，過咗度而唔合適啦。不料點評5：退休後貢獻別人。人生匆匆幾十年，除咗營營役役追求更好嘅生活，行有餘力，如果能夠貢獻別人，成就別人，亦都係一件美事。隨諸社會，用諸社會，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奉獻自己嘅金錢、技術、時間都可以，亦都唔使刻意犧牲自己或者感到有壓力，隨心就可以啦。好似珍妮退休之後做義工幫人理髮，珍妮開心之餘，亦都係對社會嘅一種回饋。大自然本身就係一個循環，樹木吸入二氧化碳，呼出氧氣；動物吸入氧氣，呼出二氧化碳。動物食植物同埋果實吸收營養，排出糞便滋養土壤，排出種子種下第二代嘅植物，就係一個互惠互利嘅循環。當你付出，你就能夠感覺到自己係社會嘅一份子，同社會其他人有連結，孤寂感亦都會隨之而減低。不料做 N TV 分享自己嘅投資同埋經歷，同10萬位嘅觀眾亦都係一種連結。有一次講到自己細個嘅時候，老師獎咗一包花生，最後發毛而唔能夠食。有一位網友送咗我一個超級感謝，話俾我買一包花生。嗰一刻我真係感到非常窩心。有時候付出會以難以想象嘅方式回傳翻俾自己。佛學入面講布施、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意思就係以財物救濟疾病貧苦，以真理智慧同埋正法勸人修善斷惡，以及布施信心、愛心，解除別人嘅恐怖同埋畏懼。貢獻別人可以好宏大，亦都可以好簡單。不料好多年之前開始有一個小習慣，就係喺銀包入面放多張八達通卡。有時候有啲人上車嘅時候發現八達通餘額不足，我就會幫佢哋俾錢，而佢哋通常都會非常開心，救咗佢一命咁。點解我會咁做呢？因為小學嘅時候有一次我搭巴士唔夠錢，印象中當時小童半價係9毫子，而我當時只有5毫子，真係唔知點算好。有一位好心嘅人幫我俾咗4毫子，雖然只係4毫子，但係對於當時彷徨無助同埋尷尬嘅我嚟講，係刻骨銘心嘅。感謝當年幫助過我嘅人，生命影響生命，你今日幫過嘅人，嗰個人可能亦會幫助更多嘅人，世界就會變得越嚟越好啦。不料點評6：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劉備兵敗白帝城，臨終前同劉禪講：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文章入面對珍妮抱怨嘅男子，如果全心羞辱對方，咁就係行惡啦。口中簡單一句批評，對人哋嘅傷害可能係深遠嘅。TVB 宮心計劉三好嘅座右銘：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不料認為做人抱住呢一種心態係好好嘅。如果嗰個男人認為剪得高低不平，直接同對方講，重新剪翻好就得啦，唔需要言語上進行人身攻擊。有時候睇新聞，有人喺地鐵上面大打出手，可能只係一句唔友善嘅說話，甚至只係一個眼神而開始。如果存好心，做好事，絕大部分惡人壞事自動會離你而去，不幸嘅事亦都會喺萌芽階段已經消失。一個遇到人就稱讚對方嘅人，同一個遇到人就批評對方嘅人，你更願意幫助邊個呢？
邊一個人會更好運呢？講咗咁耐，先至分享到一半，我哋下集再繼續總結。呢一集由竹內同埋珍妮兩個退休故事，睇到唔同人退休嘅生活，同埋借題分享咗不了對退休之後孤寂感、退休財務計劃安排同埋夫妻財務處理、享樂同埋快樂、面對批評嘅處理，仲有退休後貢獻社會同埋一啲做人處世方面嘅經驗分享，希望各位有所得着。感謝你睇到最後，希望你能夠訂閱同埋分享，咁就能夠幫到更多嘅人。有興趣嘅話，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影片，全部精彩。今集就到呢度，記住俾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下次見。